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我們這裡呢正在進行的是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4級考試。那在這個課程中呢，老師會介紹 HSK 4級考試的內容，而且會告訴大家做題的方法，從而幫助你在考試的時候獲得更高的成績。那我們現在呢正在進行的是聽力。聽力部分呢，我們說一共有3個部分。那第一個部分我們已經學習完了。那今天呢，我們來學習第2個部分。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有什麼樣的內容。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聽力的第2個部分和聽力的第3個部分的裡邊的第1個部分。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安排呢？因為這2個部分全部都是對話題，就是說你會聽到對話。那我們來看一下，從第11題到第25題，你會聽到短對話。那短對話的意思是只有2句，一般來說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对話。那聽完了对話以後，會有一個問題問你，然後呢，你要從 A、B、C、D 4個選項裡邊呢找到正確的答案。那讀的時間呢，對話的時間大概是17秒 （17 seconds）。那麼聽完了這個問題以後呢，大概會有15秒左右的時間，你可以想一想，然後你可以回答。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去看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好，那麼這個是短對話。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還有一種是長對話。長对話呢，它是從26到35個題，一共是10個題。那這10個題裡邊呢，對話是4句或者5句，那就是男的說，女的說，男的说，女的说，男的说啊，可能会有2輪對話啊。他們不是像11到25題一樣，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然後就結束了。那第3部分的這個26到35題呢，是男的女的男的女的，或者男的女的男的女的男的啊，它是這樣的2輪對話。那麼大概的時間是23秒左右，停的時間也是15秒。那這個時間也是讓你去回答問題的。好的，這個就是我們的對話題。那因為第2部分裡邊都是對話題，第3部分裡邊有一個部分是對話題，所以呢，我們把对話題放在一起來學習。好的，這個是我們的題目的大概的介紹。那現在呢，我們要來看一下在做題的時候有哪些题，什麼樣的題，我們要怎麼去做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最重要的內容。那還是那句話，我們在第1部分的時候已經給大家介紹過了，預測很重要什麼叫預測呢？就是在聽力開始以前，在你聽到對話以前，你先要看一下 A、B、C、D 是什麼內容。你看了 A、B、C、D 以後，你可以猜一下他可能會問什麼問題。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我最重要的是要聽什麼內容，然後你會更容易找到答案我們說過呢，帶着問題去听你會更容易找到最重要的信息是什麼。特別是我們剛才說的那个短文长的對話。那長的對話，男的說，女的說，男的說，女的說，4句或者5句，可能裡邊只有1句是有用的信息。那麼如果你完全不去看 A、B、C、D 是什麼，你可能不能夠很快的從4句或者5句裡邊找到你要的信息。
那這個是非常麻煩的，可能會影響你的成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麼紙筆考試的考生呢，你拿到這個卷子以後，做完了第一個部分以後，不要再想了，馬上去看第二個部分，馬上去看第11題是什麼。那麼如果你是用網絡考試，也就是說你用電腦考試的話呢，你可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左邊呢有題目的题號。那一般來說，比如說第一個部分听完了以後呢，在第二個部分開始的時候呢，例一，這裡有一個例 example， 它會給你一個例子。那這個例子對你來說沒有用，你只是会听到，但是你不需要去做這個題。那聽的時間你不要去聽，你做什麼？你點11，你去看第11個題 A、B、C、D 分別是什麼。然後呢，你在聽的時候，你就知道你應該聽什麼了。好的，那麼每一個題在問題提出來以後你聽到男的說，女的說，然後有一個問題。那聽完了問題以後，你有15秒的時間15 seconds 15秒的时间，你可以做什麼呢？回答問題。那在回答的時候，我建議你最多用5秒的時間來回答。那你還有10秒，你可以做什麼？你去看第12個題、第13個題，你去看後面的題目。那網絡考試的同學要注意，這個15秒它會一直停在第11題的這個 page 裡邊。那如果你想看第12個題目，你必須自己用你的 mouse， 用你的鼠標去點一下，去 click 12，這個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很多同學呢不知道這個情況，所以呢會完全等着這個頁面去跳到第12題，那你等的時間其實就浪費了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呢要了解這個事情，不要浪費你的時間，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我們說預測很重要，這個是真的嗎？有可能同學們還會覺得，哎呀，老師，我覺得可能沒有什麼用吧。那我們現在呢來試一試預測這個方法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好的，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那這裡呢，你看到了 A、B、C、D 4個選項。我們現在呢，先來看一看 A、B、C、D 是什麼，然後我們來猜一下他可能會問什麼問題。那 A 是準備禮物， B 呢是打印材料， C 呢是收拾房間， D 是繼續運動。我們看到4個 verb object 的組合的 group的 verb phrase， 那麼所以問題很有可能是在問正在做什麼，打算做什麼，或者是想做什麼，就是問做什麼的這樣的一個問題。所以呢，我們就要去認真的聽要做什麼，這個是我們真的要去聽的一個問題。所以現在呢，我們來聽一下這個問題。那聽到了男的和女的的對話以後，大家可以很快的找到答案。我們一起來聽一下。14，明天幾點到？8點，來得及來不及？提前點吧，咱們還得負責打印會議材料呢。他們要提前做什麼？好的，那大家聽到了，問題是他們要提前做什麼？那我們已經聽到了差不多一樣的內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回答对这個問題。那我們聽到了打印會議材料，那答案就應該是 B， 打印材料。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如果你沒有提前看 A、B、C、D， 你一邊聽一邊看，那有的時候呢，你可能來不及去看 A、B、C、D 4個選項，或者說你很有可能不能 concentrate。
如果你不能集中，那有可能你在听的时候就会 miss something， 你会錯過一些重要的信息。那这个时候这个题目很有可能就不能够做对了。所以呢，我建議大家在聽以前一定要先看 A、B、C、D 是什麼，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那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在這裡看到了 A、B、C、D 4個選項。那麼 A 是麵條， B 是米飯， C 是餃子， D 是蛋糕。那你看到這4個的時候，你可以知道它們是食物，是 food， 是吃的東西。那它問題一定是他們想吃什麼，他們要吃什麼，他們在吃什麼，吃什麼。那你在聽的時候，你就專心的集中的去聽他們要吃什麼，他們在吃什麼就可以了。那別的信息對你來說是不重要的。好的，那我們一起來聽一下他們吃什麼呢？現在開始第26題。26，打了一下午羽毛球，肚子有點餓了。稍等一會兒，飯馬上就好。真香！今天吃什麼？你鼻子真好，今晚我們吃餃子。他們今晚吃什麼？好的，那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找到正確的答案。那我們可以聽到這個是女的和男的的對話，這個對話呢非常長，句子非常多。那麼在這麼多的句子裡邊，你要聽到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信息。那如果你不提前看的話，你不知道哪一個句子是重要的。所以你可能一直聽，一直聽，一直聽，一直集中。第一呢，會讓你覺得非常累。第二呢，萬一你的腦子突然想到別的什麼東西，或者是你認真的去看 A、B、C、D 的時候，有可能你就會漏掉這個重要的信息。所以呢，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問題，就是先要去看 A、B、C、D 是什麼。我看到就是很多同學在做 HSK 4級考試的時候，一邊看一邊聽，一邊看一邊聽，那結果呢導致他有很多東西沒有聽清楚，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個信息是最重要的，所以聽的時候很難去 concentrate， 很難去集中，那麼最後就做錯了題目。那這樣的問題，我希望所有的同學都可以避免，都可以 avoid 這樣的問題。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在預測的時候，他說到了今晚我們要吃餃子，這麼多的句子裡面，只有這一句是 key sentence， 是最重要的句子。那你只需要聽到這個句子就可以了，聽清楚這個句子就可以了。那別的部分可能有什麼餓呀，有什麼運動啊，什麼什麼的，鼻子真靈啊，什麼什麼，那都不重要，對不對？最重要的是今晚我們吃餃子。那你如果先看一下 A、B、C、D， 你一定可以找到這個最關鍵的句子是什麼。好的，那現在呢，我給大家有一個非常多的，大概是1、2、3、4、5、6、7、8、9、10個A、B、C、D。那我們不去做題，我們只去看一看，在 HSK 4級考試裡邊，第2部分和第3部分裡面，對話裡邊常常問的問題有哪些？我們來看第一個。那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A 是銀行對面， B 呢是銀行右邊， C 是車站附近， D 是使館西邊。那麼你看到這樣的 A、B、C、D 以後，你知道它的問題是要問什麼呢？是問的是地點，問的是地方。
那他有可能問的是問路也有可能問你在哪兒，或者問你買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是在哪兒買的，或者問你說話的人最有可能是在哪兒那麼這個就是關於地方的問題。HSK 4級考試裡邊一定會有一個關於地方的問題，那請大家關於地方的詞一定要認真的學習一下，而且你要去想，比如說在這個車站附近，那很有可能你會聽到什麼樣的對話呢？這個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我們來看第2行 ，A 是請假 ，B 是唱歌 ，C 是散步，那 D 是買東西。這是刚才我們也看到过差不多的 verb phrase verb phrase 就是动詞的組合。那麼這樣的常常問的是做事，比如說他們正在做什麼，或者他們想做什麼。那麼這樣的詞大家只要是看到了，你听的时候一定会去注意他們要做什麼，或者他們在做什麼那我們來看第3行 ，A 呢是很感动 ，be touched，B 呢是很突然 ，C 是很后悔 ，D 是很失望。那突然是suddenly sudden， 那麼 C 后悔是 regret， 那麼 D 很失望是 disappointed。那首先第1點要求大家這樣的詞什麼意思，你一定要知道。那第2就是你要去想一想，你听到的這個對話，他是覺得很失望呢，還是覺得很後悔呢？這個問的是你的 emotion， 問的是你的 mood， 是你的心情他會問你比如說男的現在心情怎麼樣女的現在覺得怎麼樣？那可能問題是這樣的，所以你很有可能聽不到這些詞，但是你會聽到表示這些詞的一些句子。比如說後悔什麼叫後悔呢？可能比如說我買了一件衣服，但是我覺得這件衣服不太適合我會說，哎呀，早知道就不買這件衣服了，我真的不應該買這件衣服。那聽到這樣的句子以後，你就知道這個應該是後悔。那比如說我昨天看了一個電影，看電影的時候我都哭了，我覺得那個故事太感人了。那聽到這樣的句子，你應該知道這個問題應該選 A。所以呢，在關於心情的詞裡邊，可能你聽不到直接的答案，但是你可以聽到表示這個意思的句子。那麼你在聽的時候，就會非常認真的去聽他們的感覺，他們的 mood， 他們的心情，所以你會更容易把正確的答案找出來。那麼看第4個，步行就是走路，那開車、坐地鐵、打出租車，那這個問的是 method， 問的是方式，所以他會問你他們想怎麼去一個地方。當然了，你要注意是男的要怎麼去，還是女的要怎麼去，因為有的時候有可能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討論怎麼去一個地方，他們的看法可能是不一樣的，所以同學們要小心一點，問的是男的還是女的。那麼我們下面再來看一下 A 20塊 B 30塊 C 40塊 D 60塊。那問的是 price， 是價格，那問的一定是多少錢，對嗎？那除了這個 price 價格以外，問的還有可能是幾點，或者是幾月，是1月呢、2月呢，還是4月呢？又或者他問的是半個小時還是1個小時，是2個月還是1個星期等等這樣的 number 的題目。那你知道了這個是
number， 那你去听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認真的去聽 number， 聽數字，那你就會更容易找到答案。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麵條、米飯、餃子、蛋糕，問的是什麼？問的是吃的東西，問的是他們想吃什麼，他們正在吃什麼。那麼然後我們看到 A 親戚， B 同學， C 師生， D 同事。那親戚是 relatives， 同學是 classmates， 師生是老師和學生，然後同事是 colleague。那你看到這個，你就知道問的是他們是什麼關係。那說話的人和聽的人是什麼關係呢？那你就知道我應該去聽他們的關係了。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A 中午， B 周末， C 月底， D 寒暑假。那他問的就是時間。剛才我們的 number 裡面其實也說到了幾點呀、幾個月呀、幾月呀，這些數字你要認真去聽。然後我們看 A 校長， B 服務員， C 理髮師， D 醫院護士。那這四個是什麼？是 position， 是職位，是工作。那他可能會問你這個人的工作是什麼？說話的人最可能是做什麼的？比如說，如果是一個理髮師，他可能會問你您好，你想理成什麼樣的？您是要剪短一點嗎？您覺得這個髮型怎麼樣？那如果是一個醫院的護士，他有可能會跟你說你好，這個你現在要買藥了，或者是你要打針了等等。那比如說服務員可能會問你歡迎光臨，請問幾位，您什麼時候點菜？或者是在飯店的服務員，在這個酒店的服務員 hotel 的服務員可能會問你，跟你說這是您的房卡歡迎您入住我們酒店等等。那如果你知道了問的問題是工作，你一定會去認真的聽這個人他說的內容是什麼。好，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A 是很不錯， B 是力氣太小， C 是仍然不會， D 是動作不漂亮。那麼這個是 evaluation， 是評價，是他做的怎麼樣。那比如說這個很有可能是關於學習一個運動或者是跳舞的。那他跳的怎麼樣？他做的怎麼樣？那你去認真的聽他的評價是什麼那我們看到了這幾種情況，在 HSK 4級考試裡邊一定會有這每一種問題都會有，所以大家要去學習關於這樣的一些詞彙，然後你看到的時候要先看再去聽，你會知道你應該要聽什麼，然後呢你會更容易找到答案。那我相信同學們呢在準備 HSK 考試的時候呢都會去看一些 HSK 4級的詞彙words。我們說呢 HSK 4級有1200個詞彙，那你要去一個一個的學習。那學習的時候是只要去看這個詞什麼意思就可以了嗎？當然不是。比如說，如果你看到了一個詞叫做比如說寒暑假，寒假和暑假，你要去想什麼樣的人有寒假，什麼樣的人有暑假，那一定是老師和學生，對不对？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它這個詞和老師和學生有關係，所以在做聽力的時候你會更容易去找到你要听的那個信息。好的，這個是我們聽力第2部分和第3部分1的
對話題，我們在預測的時候要預測什麼？那接下來呢，老師會帶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關於地點關於做事情，關於心情，關於方式，關於數字，關於關係等等，都有哪些詞是需要我們學習和注意的。那我們以後呢，会一個一個的去學習，帶着大家去練習。那希望呢，通過我們的練習，大家對這些詞都越來越熟悉，然後在做題的時候都可以找到正確的答案。那現在呢，我們要休息一下，休息以後我們再來學習地點。好的，那休息一下吧。